飞哥，哎，飞哥，王婶儿，啊，没想到小子车开的不错呀。别闹了，飞哥，谢谢。一看就是你让我的，你那什么车，我那什么车呀？给他调一杯支链，支链？什么是支链？支链氨基酸，是为了防止流汗过多、肌肉损失。啊，谢谢飞哥。NCCP 你怎么想的？啊，王婶儿，你每天这么努力的训练，不会是不想上场比赛，想在场下当观众是吧？不是飞哥。第一呢，我车不行；第二，我们俱乐部也没这参赛资格呀。谢谢。就这两件事是吧？啊，好办，车你可以开我的。至于参赛资格，你如果不想用我的俱乐部的参赛资格，你也可以以独立车手的资格参赛，怎么样？这行吗？我说行就行。火婶儿，你知道比赛当天场下坐着多少个赞助商吗？但是你开我的车，我也有条件。只要在这次比赛你获得了冠军，你必须要签在我的俱乐部。要不是因为你有天分，这么大的馅儿饼会砸到你的头上吗？黄池，人肥哥都说到这份儿上了，别磨叽了啊！我没事儿，我这个人啊，从来都不勉强任何人。飞哥，是这样，我太想比赛了，只是觉得这样很麻烦您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这样，调教车辆和比赛的开销，还有一些小的费用，都由我承担，行吗？你什么都不要管，你只需要做到放平心态，认真比赛。申请人洪明，被执行人苗双庆、苗小蕊。双方是房主与租客的关系。今年5月份呢，因苗氏妇女拖欠房租且拒不搬离一事，洪明向法院提出诉讼。民三庭判决苗氏妇女腾退，判决生效后呢，我们已经执行过一次了。但在2个月前，苗氏妇女居然又搬回去了，所以洪明提出再次执行。什么人呐？田阳，上次不是你协助楚厅长执行过一次吗？怎么又搬回去了？申请人洪明说，苗氏妇女搬走后，他就换了锁，随后呢，他就把房子挂到了房产中介上想卖掉，但没想到，这个苗小蕊假借有东西还在原租住地为理由，向中介拿了新钥匙，搬进去后并再次换了锁。能对上。苗小蕊本来就是干房产中介的。原先房租合同上的承租人是苗双庆，他们签了一个3年的租赁合同。苗双庆一次性付了5个月的房租及1个月的押金，但半年后，他们便以各种理由拒交房租，一直拖了1年多。一是说没钱，等有钱了一定补交；二是说房租合同没有到期，不能赶他们走。当时我去执行的时候就挺费劲的，苗氏妇女闹得很厉害。我没想到现在会是这个结果，我有责任。要说责任，我的责任比你大。今天不是追责会，是案情分析会。案子很清楚，对苗氏妇女站房案要再次执行。麒麟，这次执行你负责吧。没问题，这案子可以挂在我名下。另外呢，严安阳参与了之前的执行，他对苗氏妇女的情况比较了解。所以我建议啊，这一次的执行呢，主要工作还是由他来负责。杨洋，
服从命令。哎，田阳，怎么半天不说话呀？你说，我这案子是不是办的特没面子呀？这也不能全怪你啊。我一开始就觉得这父女俩没这么简单，我真是没想到。你说执行都执完了，怎么还能进去？谢队长，今天又麻烦您了。啊，我们这次来啊，还是有一些情况想跟您了解一下。哦，请讲。苗小蕊是从您这儿拿走洪明家新的钥匙的，对吗？对，不，不能说是从我这里拿走的钥匙，是我通过洪明的授权之后，他才从我这里取走的钥匙。啊，是这样啊，谢队长。他从您这儿拿了钥匙之后，换了锁，再次霸占了洪明的房子，这个事儿您知道吗？这个我可不知道。没事儿，谢队长，我们今天来哈，不是兴师问罪的啊，我就是想跟您了解一下，这个苗小蕊她之前的一些情况，毕竟她以前是您店里的员工，她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应该算是一个执着的人吧。好，现在散会。哎，常院，那个，请留步啊，我有些事情想跟领导们汇报一下啊。怎么了？麒麟有出事儿？没有，麒麟法官非常棒，完美。我想，我想汇报的是呢，经过这段时间，实践证明了院党组的轮岗制非常的英明，第一炮已经打响了，麒麟法官非常好。但是，我们执行2厅的楚云厅长啊，有个小小的建议。什么建议？还是这样，他建议啊，把麒麟法官这个生力军留在我们执行2厅。周雷，你说啥？白先生，你听我说完。我了解了一下，这不光是楚云厅长的个人的建议，而是我们执行局全体基层法官们共同的呼声。大家伙都觉得跟麒麟法官配合的是天衣无缝啊，麒麟法官的带头作用也特别的明显。哎，我仔细想了一下这建议，不错，这麒麟法官非常适合留在我们执行局啊，我应该双手赞成的。我双手反对。周磊，你先坐下。啊，你坐下。轮岗制，什么叫轮岗制？你不懂啊？我懂啊。那你这么干不叫轮岗，叫调动。我们赵厅是在外面学习，人不在，但我还分管刑厅这一块，我在啊。你这么挖墙脚，是不是太自私了？哎，这可不叫自私啊，马院。麒麟法官在我们执行局干得多漂亮啊，这是有目共睹的啊，他都适合留在我们执行局啊。那你是不是应该知道，麒麟是咱们全院连续3年的结案率冠军呢？我知道啊，那是不是说明他更适合刑厅呢？那可不一定啊。坐下。当初你们要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支持你们，第一时间派去了我们最优秀的法官？是。那你现在这么干，就叫恩将仇报。哪有这么严重？马院不至于啊！你这周局长，你想随意修改院党组的决定，你认为这事儿不严重吗？曹院长，他的提议，我坚决反对。马院，你可不能这样上纲上线的啊！
您是领导，您站得高看得远啊，您得照顾我们全院的大局呀。够了，周磊，你别跟我在这搅和。当初你们要人，我们把人派过去了，你用的合适了，现在不放了，你跟我说大局，我们这边的大局，谁管？刚开始啊，他管我借5000块钱，我说我哪有5000块钱啊？他就说先借3000，我说3000块钱我也拿不出来呀。后来呀，他就500的降着借，后来到了800块钱的时候，我实在是没扛住，就借给他。二位法官，你们也知道，干我们这行的3年前不容易啊。我回来也打听，我们好些同事都没扛住啊，并不是说我们的意志力不够坚定啊，而是对方的心理实在是太过于强大。你们想啊，我们天天出去带着客户去看那些房子，回到店里面，嫂子已经走了几万步了，身心俱疲呀，还要经受他的这种折磨。哎呀，我们是饱受摧残呢。哎呀。有一段时间啊，他没来上班，我们怀疑他是不是携款跑路了。后来我们一打听，才知道他和他爸赖在家里面不肯出门，我就天天看着日历，算着他没来上班的日子。哼，终于，皇天不负有心人呐！终于在他12天没来上班的时候，根据店面的规定，连续10天旷工的就可以无条件开除他，我们就把他开除了。那他最后还你们钱了吗？开什么玩笑，还什么钱呢？后来他还在店里面来闹呢，让我们补偿他，怎么可能补偿嘛？还好我们上下齐心，关上店门，终于把他给耗走了。这就是您说的执着。是啊，您觉得这还不够执着吗？后来我再见到他，就是来借钥匙的时候啊。我那也是按程序，是经过了这个洪明的同意之后，才把钥匙借给他的。那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派个人跟着他？哪有人跟着他呀？怕他都来不及呢，看着他跟看见鬼似的。谢店长，哎，我需要了解的情况，基本都了解清楚。那好，谢谢您。哎呀，您客气。哎，有问题随时过来啊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你们慢走啊。哎，别送，别送。哎，好，哎，欢迎再来啊。哎，来，让一下，对不起。唐院长，您为什么刚才不表态啊？我怎么表态啊？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。一方要求按约定让他回去，另一方因为他表现好，想把他留下来。那还有第三方的意见，你们不知道？谁呀？麒麟本人，他怎么想你没有问呢？我不用问他。首先我就不同意，有什么好问的？个人服从组织嘛。那周磊那小子耍滑头，您可不能向着他啊，否则以后我的兵没法带了。再说了，那赵厅长回来，我也没法交代啊。他在工作会议上还强调过，要等麒麟回来，帮着完成业绩指标呢。我认为，轮岗制也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调整，不能一成不变嘛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唐院长，那您胳膊肘也不能往那边拐啊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呀。当然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也考虑考虑。哎，这事儿也算咱俩交流过了啊。2个多小时了，你消息准吗？洪明亲口跟我说的，他都盯1天了，说人肯定在里头。他要就这样躲在里面不出来，你怎么办吧？耐心点嘛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谁呀你？你这外卖给谁的301。我是法院的，有301有点事儿，
啊，娘，给个外卖，给我一下。哎，好。301，你的外卖来了。你门开点呗。哎，给我就行了。谁呀？苗女士您好，我是青冈法院的严恩阳，好久不见啊。我们交过手，记得你。对，咱老熟人了嘛。您今天把门打开一下呗，咱们聊一聊。那你把手拿开，我开门。啊。苗小蕊，你怎么骗人呢？我们是来给您解决问题的嘛，有什么苦衷您跟我们说呀，不是用这种态度吗？我没有苦衷，赶紧走吧，不想见到你。强制，必须强制，这太嚣张了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说我刚才怎么能把这手给抽出来？他就给我夹断了，我也不该抽出来。我早就应该料到，就这父女俩，满嘴跑火车，嘴里一句实话也没有，而且抗拒心理还很强，那就是俩老油条。气死我了！这样的人绝不能放过他。什么也别说了，都怪我，还是我准备不足。就我这点出息啊，露露，你晚上也别请我吃饭。娘娘，请，必须请，这顿饭你吃也得吃，不吃也得吃。孩子们敞开吃啊！我跟你说，今天阿姨请客，还有鸡，还有鸡。他也不会噎着吗？哎呀，麒麟啊，你这孩子，你快让人姑娘过来吃饭，你看她瘦的，吃点猪脚口苦了。过来呀。今天您不用请客，也不用打折。哎，哥，不差钱，有钱。哦，您这太棒了，是吧？一会儿您受累给我再打包半只烧鹅，那肯定没问题啊。但是啊，我真的不能让你们花钱。好不容易麒麟的同事来了，能让你们花钱吗？一会儿阿姨给你打包猪脚，然后再来半只烧鹅，一人一份啊。您一会儿受累帮我再切半只烧鹅，我打包。那没问题啊。但是啊，你们来，阿姨不能让你们花钱。好不容易同事都来了，怎么能让你们花钱呢？是吧？等走的时候，阿姨给你打包一份猪脚，然后一人半只烧鹅，一人一份啊。必须买单，阿姨。您要不让我花钱啊，他还得再让我请他吃一顿。不行，你们来不等于到家里来了。你就让他买吧啊！你先去忙你的，我们聊点正事。哦，那你们慢慢聊啊。谢谢阿姨啊。哎，好吃吗？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你别看着瘦，还行，家里有钱，听见了吗？你什么眼神啊？太小了，跟麒麟年龄差距太大了。你看，你现在不懂了吧？这个女大三抱金装的老黄历了。我从网上看的，男的比女的大10岁，黄金搭配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咱俩不搭呗？你有上次还俩着呢，我比你大8岁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吧，还是上回来的那个朱厅长，他跟麒麟合适。对，他俩面和，咱实验不来呀。哎。就因为吃了个闭门羹，所以就垂头丧气，在这胡吃海塞，放弃治疗了。关键他连沟通对话机会都不给我们。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理，所以心亏。那当然不会给你们机会了。不过这一次呢，你们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，那最起码把人堵住了。只要人在里边，总会有办法。我就说严阳多余吧，这种人强制就完了。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。关键已经有一回了，上次也执行过了，结果他们又搬回去。
你说万一这回还是这结果，我这魂钱往哪说？老万，我真是丢不起那人。哎，吃一堑长一智，这猪脚饭没白吃啊。那往下怎么办呀？师傅，您得给指条明路啊！今天来找你就是来讨锦囊妙计的。一把钥匙一把锁，锦囊妙计我这儿还真没有。但是对待这种滚刀肉势的无赖啊，就2条。第一条呢，就是坚持，咱们得比他们还能坚持，1次不行2次，2次不行3次，必须执行到底。这第2条呢，就是回到最基本的，找到证据，用铁一般的事实击碎他的歪理，打垮他的意志。下来。今天这个小 party 啊，是给我们赛车界的希望之星黄池特意准备的。话不多说，有请黄池闪亮登场！明天就是首战积分赛了，我替大家问一句，你紧不紧张？我不紧张，我为明天的比赛做了充分的准备。之前我的赛车太差了，现在有了飞哥的车，我相信我会在明天的比赛中用自己真正的实力碾压所有对手，拿下冠军。那就让我们一起举起酒杯，祝黄池旗开得胜！干杯！谁在那儿？谁在这儿？给我出来！启林啊，到执行局快半年了吧？再过些日子就6个月了。执行局的案子吧，比原来我在刑庭的时候还要多，天天忙。
这要不是您说起来，我都不记得了。这日子过得真快。是啊，你可给院里惹麻烦了。常阳，我这又怎么了？我，哎，别紧张。马副院长想把你调回刑庭，这不之前就说好的事儿吗？情况发生变化了。因为这半年你在执行局干得太好了，他们都想把你留下来，两边抢你。啊？我这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你先别马上回答我，我今天找你来，就是想跟你交流一下。组织上绝对会不偏不倚。如果你想留下来，我们尊重你的选择；如果你想调回去，我们也尊重你的选择。我呢，我觉得你留在执行局挺好，好钢用在刀刃上嘛。怎么样？加油！帮我拿一下，我去再检查一遍啊。这车不错。黄驰，你好，可以跟你合张影吗？哦，可以。黄驰，我拍个照。谢谢，非常感谢。跟我走一趟，飞哥找你。不是，我比赛马上开始了，赶紧的，我有急事儿，快。飞哥，黄驰来了。飞哥，怎么了？黄驰，因为赛车保险不能生效，你今天不能上场比赛了。保险是不能生效？你开的这辆赛车因为改装费用很高，公司特意找的外资保险公司给上的保险。但是他们刚才打电话来说，如果你开这辆车去比赛，保险也不能生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，你不是无非赛车俱乐部的车手；第二，他们对于你的实力不了解，其实就是怕出事儿。保险不能生效，对于你和赛车俱乐部的风险可就太大了。今天咱们不上场比赛了，明年咱们从长计议，好吗？那飞哥，还有补救措施吗？要么你就转会到无非赛车俱乐部，要么就让他们派专员检测你的实力。可是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。飞哥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您让我上场比赛，我向您保证，我会尽全力不跟任何车发生碰撞和刮蹭，即便不拿名次，我也不会把您车撞了。这是什么话呀？你以为我光担心的是这辆车吗？我也担心着你的生命安全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我想上场比赛，我做梦都想参加 NCCP 这个级别的比赛。您突然告诉我说我不能上场，我这……何志，你可想好了，一旦上了场比赛，可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想好了，飞哥，我要上场比赛，不管出现任何问题，我全部承担。好吧，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去准备比赛吧。谢谢飞哥，快去，那我去了。志林，现在情况是这样，洪明呢现在意见很大，天天打电话催杨洋，他们俩也去了解了情况，没法沟通，他们建议强制。不同意。那今天你带队去吧。楚队长，还是让严安阳带队去吧。那严安阳，你带队去吧，注意安全。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再出意外了。是。田家，通知少军。
齐法官，轮岗就要到期了，你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心思在我们执行2天工作了？要开始了，飞哥。发射了！加速啊！加速啊！加速啊！ 黄志，你看，黄志离速了，黄志离速了。超过去了，漂亮！飞哥看，基本功还真不错，漂亮！再加把劲儿！稳了，飞哥，稳了。杨洋，怎么了？我在想齐法官跟我说的话，看还有没有遗漏的细节。有吗？没了，这次执行一定要成功。苗双庆，苗小蕊。 知道你们在家呢。别拍了。苗小蕊，苗双庆，我们是青冈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，我们现在要对你们2次站房进行再次执行，请你们配合。别费劲了，回去吧。这个房子，我们跟房东签的可是3年的合同。再说了，这里边的事儿多着呢，等你们弄清楚了，我们再搬。苗双庆。 你们已经拖欠房主洪明1年的房租了。谁拖欠他房租了？我们交了他半年的房租呢。你别狡辩，
如果你今天不开门，我们是可以强行破门的。你敢？这房子是我女儿跟房东签的，她今天不在家，等她回来再说吧。姚双庆，我警告你，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，如果你还是不开门，我们就强行破门了。别这么暴力好不好？老百姓的心理是很脆弱的。再说了，你们这么多人，我心里害怕。进来2个人，咱们谈谈。你怎么打人呢？谁打人了？你打人了！法官先打人了！法官打人了！开门！开门！姚双庆，开门！打人！这过来是解决问题的好吗？哎，我打人了！开门！别人开门！别人开门！他暴力抗法，现场！师傅，干什么你？干什么啊？法官打人！拘留！邻居们啊，来，过来看看啊，过来看看。我们合法租房，他们随意涨价啊！不给钱就让我们搬出去，看见没？看见现在的法官啊，都向着有钱人，让我们老百姓怎么活啊？不搬出去就要拘留我们还！注意你的言行啊！造谣要负法律责任的。看见没啊？看见没？法警威胁我。我爸呢？爸，哎呀，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，爸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爸救命，我妈都是爸呀！救命啊！你说爸，你要没说我咋活呀？爸，我跟你们讲，跟你没完。等着，你们要负全责。再说，你们这么多人，我也害怕呀。你们能不能进来2个人，咱们再商量商量？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周局，先别说话，看这个。周局，这个事情我得跟你解释一下。真是应了那8个字啊，虚心接受，坚决不改。你们执行2庭是不是动手动习惯了？我告诉你，楚云，这股威风我必须给你杀掉。周局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有图有真相啊，还需要狡辩吗？不是狡辩，这微博上的评论都是被误导的片面之词。您看这张照片，这个图片，它都是事后的图像，不是现场的图像。严阳和欧阳露露都是按照执行流程执法的，只是杨氏妇女一上来就把欧阳露露的执法记录仪给打掉了。执法记录仪被打掉了，你这是军人被侥幸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口说无凭，没有视频证据，是不是这样？是的。好，楚云，那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回应公众的舆论？你们是不是过度执法？我相不相信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我怎么让老百姓去相信你刚才说的这些话。根据严阳的描述，我觉得这个苗双庆是个老手。是，他是老手，你们是新人，你们就活该被欺负。苗双庆是第一次被执行吗？
你们执行失败过一次了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们不清楚吗？苗氏父女用什么东西把执法记录仪给打掉的？擀面杖。擀面。杨安阳受伤没有？那倒没有，只是他很自责，急得都生病了。刚输完液回来。周局，您放心，这个案子我会亲自处理的。这个案子你不要插手，就让杨安阳去办。年轻人啊，必须经历挫折。哪儿跌倒的，在哪儿爬起来。哎，医生，我爸是不是很严重啊？没有生命危险吧？从血检报告和 CT 结果来看，你爸的肺部没什么大问题。他以前有病史吗？他身体就一直不好。你说这法官下手也太狠了，我爸这么大岁数了，经得起他们这么折腾吗？但你爸身上没什么外伤痕迹啊。内伤啊，肯定是内伤啊。医生，你这样，你给我爸好好检查一下。不要乱下结论，你爸的情况也可能是某种应激反应。我建议先观察一下再说吧。好。谢谢医生，您慢走。哎呦，你说你跟医生说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先跟我弄杯水喝。真是的，都憋死我了，一点经验都没有。跟医生说的越多，那就错就越多，知道吧？快手。哎呀，再来一杯，再倒一杯。觉得自己委屈是吧？我给执行2天，丢人了。站起来！我让你站起来！想哭是吧？来，大大方方的哭，站那儿哭，是个男人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去趟医院，大家就会同情你，就会原谅你。谁没失败过呀？怎么着？你是想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躺着吗？还是说你想在哪儿跌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？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，你代表的是整个执行2厅。你给我听好了啊，这个案子你必须给我执行到底。杨安阳。杨阳，都回去工作。大力，你回来了，还有最后一个菜马上就好了，等我。咋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妈，我跟物业说了我是你未婚妻，他们就让我进来了。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Darling，你别对我那么凶嘛。我想好了，如果你喜欢这儿，我就搬过来跟你一起住。我早就想住这么紧凑的房间了，多温馨呀！我还想，这里如果把东西全部堆满的话，应该特别有生活气息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就这儿，我想换个大投影，这样你每天晚上下班回来，我们吃完晚饭，就可以在沙发上一起看电影，效果一定特别好。对不起，这些我都不需要。走。你把我弄疼了，子枫，你干嘛呀，子枫？对不起。子枫，你开门呀！哎，周经理，有人骚扰我，让保安来处理一下。
凡是以后有人说是我未婚妻的人，都是骗子。子枫，你听见了吗？子枫，子枫，你听见了吗？穆子枫，开门！女士，有业主投诉，听你命。放开我啊！穆子枫，你把门开开！穆子枫，我告诉你，我崔彩叶这辈子第一次给人打扫卫生，第一次给人做饭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你别嚷嚷，请你别看。我说别问我，我是他未婚妻。穆先生特地交代了，凡是说是他未婚妻的都是骗子。行。穆子枫，你混蛋呀你！后干嘛？把手拿来！飞哥，黄池来了。黄池来了，先坐啊，我这马上就好。坐。你喝点什么？随便吧。行，坐着啊。好嘞。坐。手怎么样？啊，没大事儿，脱臼加一点韧带撕裂。做全面检查了吗？那核磁什么都做了吗？啊，如果需要医院的资源，我可以帮你介绍。谢谢飞哥。我的伤的事儿我自己承担。哎，喝点水。你那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车突然就出去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一下就没刹车了。飞哥，实在对不起，把您的车给撞报废了。车是小事儿，人没事就好。飞哥，今天我来呢，是想问一下，这辆车您之前花了多少钱？那车是我撞坏的嘛，我不能让您自己承担这么大的损失。您放心，该是我的责任，我一定承担。这车我赔。你这么说呀，给我说的都不好意思了。行，方强，你去我抽屉里把这个车的档案拿过来，是吗？是他的名字。喝水。哎，飞哥，真的实在不好意思。没事儿。哦，全车一共是385万。哎，这是明细，你看一看。哦，对了，你开这辆车的时候呢，它就不是一辆全新车，我得给你折个旧，那就350万，这事就了了。350万。好。但是飞哥，我一时还还不上这么多钱。您看这样行吧？我给您写个欠条，钱我尽快凑齐就给您。您放心，我不会赖账的。这样最好，我也好向股东们交代。哎，这是公司统一的模板，你看一眼。啊。飞哥，您看一下。好好养伤。哎。你的履历很漂亮，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从天成律所离职吗？我跟天成律所在理念上有分歧，他们的行事方式，我不能够认同。哦，这样。好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有结果了，我们第一时间联系。啊，谢谢。感谢。
师哥，王刚，我一直在这上班。哎，这怎么了？师哥，你是不是把崔天成给得罪了？前几天崔天成来过一趟，他跟我们老板聊的那些话，我全都听见了。你真把被执行人的证据给执行法官了？那都是他违法的证据。哎呀，那你也是犯了忌讳啊！崔天成已经放出话了，整个青港所有的律所都不允许聘用你，所以你还是想想其他出路吧。严法官，我现在特别着急。你说你们去执行了，动静闹得也挺大的，但是结果呢？他们还是占着我的房子不走啊！这都1年多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压力特别大，我做生意赔了，我现在就想赶紧把这房子处理了，我资金周转一下。你说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让我怎么卖呀？冯先生，您别着急，我特别理解您的难处，但是咱们客观的说，我上次去执行的时候是成功了的，我是把房子交给了您的，是您自己没有保管好房子的钥匙，让苗家妇女钻了空子，这不才形成今天这个局面。照您这么说，这事儿还怨我了？他们占我的房子，他们还有理了是吧？您先别激动，我能不激动吗？我不愿意这么一趟一趟来找你，我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。我现在就想尽快把这事儿给解决了，我不能让他们住在我的房子里过好日子，现在还躲在医院里面大吃大喝的，让我干着急吧？你就说我不来找你，我找谁？您等一下，您刚才说他们在医院里大吃大喝？对呀，我亲眼看见了，就一顿饭他敢点2份红烧肉，还有这么大一份姜母鸭。你有证据吗？我说我亲眼看见了。我是说您有没有音频或者视频或者第三方证人？您个人的陈述是不足以构成证据的。我都亲眼看见了还不算数吗？都不能作为证据？您冷静一下，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。陈总，陈总，陈总，穆律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启伦集团今天面试法律顾问，我来应聘。跟我来。启伦集团涉及的产业较多，有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。如果我能有幸担任启伦集团的法律顾问，那将获得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。我的专业能力，陈总你也有所了解。我相信，我能给启伦集团带来更高效、更专业的法律服务。希望陈总能给我这个机会。说实话，我从英国留学回来，在青港认识的人并不多，选择的余地也不大，所以就直接来找您了。说实话，我承认，我刚才在大堂是特意的在等您。我是从山里小镇走出来的孩子，我父亲常年有病，我母亲也很早就下岗了，可是他们始终以我为荣。现在我得罪了崔天成，整个青港没有一家律所敢用我。堂堂法学博士，在青港竟然都没有崔天成的一句话管用，真的让我感到无地自容。不瞒您说，我现在卡里也就2万块钱，可能接下来的生活都成问题。
对不起，莫子峰先生，我不能给你启伦集团法律顾问的职务。理解，感谢。刘部，你有没有想过开一家自己的律师事务所？资金问题，你不必担心。你说什么？开一家属于你自己的律师事务所。您在跟我开玩笑吧？穆子峰律师，我可以全力的支持你，建立一家全新的律师事务所，全权代理启伦集团的法律业务。您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也是从小地方走出来的，你的话我都懂。从我们走出来那天起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们的母亲以我们为荣，不想看见我们落魄的回去。所以，你现在只剩下一条路。如果有人敢挡你的路，无需任何顾虑，放手去做。哟，爸，您没事儿吧？我没事儿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没事儿您就别装了，这外边又没人。没经验呐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还是谨慎点好。我感觉啊，现在这法官比以前厉害多了。大哥，这都几点了？我可都请了你2遍了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这饭总得吃吧？大哥，今天是团队聚餐时间，海鲜。大哥，我们真不好意思吃独食，显得我们多不仗义啊！走呗。行了，都别劝了。看来这一次的执行对杨洋的刺激太大，连海鲜都劝不动。都别打扰他了，我估计他今天要是想不出招来，会在这熬一通宵。走吧。